我晕晕乎乎睁开眼，好家伙，穿越了，穿成了大夏王朝那个荒唐太子李明，就是不学无术，人嫌狗不待见，天天泡青楼的主儿。可我这一睁眼要面对的破事儿也太多了吧？这是我20年前送去蛮族当质子的大哥，后来跟奇迹似的活着回来了，一路要饭走回来的。他回来可不光是要当皇帝，还要把我这颗眼中钉给拔了。穿越过来，第一场大戏就来了，快的我都没反应过来。大皇子李成和右相在父皇跟前告状，说我调戏宫女，秽乱宫廷。可我明明记得自己去的是青楼，怎么变成宫女了？正蒙着呢，就被传进宫了。李成跪在皇帝面前求情，装出一脸痛苦，说我年纪小不懂事，别从轻发落。不对，是别太重罚我。那表情比他自己挨了板子还难受。李成话音刚落，右相赵崇就往前迈了一步，语气咄咄逼人，说我已20有2，算什么年少？昨夜秽乱宫廷，人证物证都在，按大夏律法该废。我被侍卫押进大殿，抬眼扫过秋月和右相，心里嘀咕，这帮人戏演的还挺全乎，连群演都不落下。我先给父皇行了个礼，说了声儿臣参见父皇，然后转头跟李成说，这种货色我还瞧不上呢，昨晚在春风楼快活了一宿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见李成那脸上嫌弃的跟吃了苍蝇似的。我这话一出口，右相和秋月当场愣住，脸色微变，怕是没想到计划被我一句话搅乱了。朝堂上那些百官更是炸了锅，一个个又惊又怒，太子逛青楼，这成何体统？我跟父皇说，春风楼的妈妈和姑娘们都能给我作证，儿臣敢做敢当，真没碰宫女。谁知道李成那脸皱得跟苦瓜似的，忧心忡忡的跟父皇说，我身为太子，成天逛青楼，不学无术，哪还当得了储君？他话没说完，就转过来冲我说，要是我真有点学问，他愿意掏出3万两私房钱，帮我买书读书，改过自新，只要我能7步之内做首诗出来。我心里嘀咕，幸亏老子是穿越来的，7步作诗，早背得滚瓜烂熟了。我问他，这话当真？7步成诗真给3万两？李成心里冷笑，就凭你也配作诗？我就是要你在满朝文武跟前永世翻不了身，嘴上却说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随后我迈出第1步、第2步，步子稳稳当当，声音在鸦雀无声的大殿里一下下回荡。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百官一个个跟木头桩子似的惊呆在那儿，大皇子脸白得跟纸似的，右相嘴巴张着合不上，夏武帝那眼神深得跟潭水似的，看不出在想什么。李成脸白得跟纸似的，又羞又气，慌得嘴都哆嗦了。抄袭，这肯定是抄来的。我冷笑一声，满朝文武可都看着呢，皇兄这是想赖账？李成被噎得说不出话，转头冲皇帝嚷嚷，我目无尊长，加上我这种心性，不重罚没法服众，3万两是小事，储君的德性才是大事。父皇瞅着我俩来回掐架，闷了半天，突然吼了一嗓子，够了，诗是好诗。然后吩咐李成明天把3万两给我送过去。说完话锋一转，语气冷了下来，盯着我说，你行为放浪，嘴上没把门，平日也太骄纵，北疆那地方苦，正好磨磨性子，从今天起废了太子，发配到凉城县去，这辈子别想回京。父皇话音刚落，左相就冲出来，老泪纵横，跪在地上磕头，陛下三思啊，北疆那地方九死一生，都是老臣教导无方，愿意替我受罚，自降3级，求皇帝开恩，把我留在京城。我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左相，心里一横，把心一狠，我指着左相就骂，你个老东西，谁让你多管闲事？北疆怎么了？小爷我还正想去那边尝尝胡姬呢。左相嘴唇抖个不停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父皇气得脸都紫了，嗓门大的整座殿都在抖。逆子，左相是国之栋梁，轮得到我这么羞辱？他意思已决，废我太子，现在就滚出京城，发配北疆，这辈子都不许再踏进京城半步，退朝。深夜，我召来燕十六，告诉他用银两换成兵甲粮草和800人，北疆等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成装模作样的跑来送行，那副嘴脸假的不能再假。我压低声音嘀咕，好皇兄，我那3万两可别忘了，我会把它变成刀子扎你心口上。我正靠在马车里闭目养神，外头忽然传来个熟悉的声音喊我，来人正是丫鬟小青。她说在京城已经无依无靠的，愿意这辈子跟着我，求我带她走。我点了头，还告诉她往后让她当全世界最牛气的丫鬟。上了车，我瞅着窗外渐远的京城，心里暗暗咬牙，皇兄、右相，还有这吃人不吐骨头的朝堂，你们别以为这就完了，这才是刚开始。我们的马车来到了一片黄土戈壁，前面没多远便是北疆凉城。小青的牙齿打着颤，说这地方比京城冷多了。我裹了裹衣领，安慰了他几句，顺便提醒他，从现在起叫我公子，被流放还顶着太子名号，容易挨打。燕十六警惕地扫视四周，低声说前方5里就是凉城县城门，有人列队。我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，列队迎接，呵，有意思。大哥这是怕我死得太舒服，专门给我安排了欢迎仪式，就是不知道这仪式上是给我递花还是递刀子。破旧城门外，
一个胖的像发了3天面的官员挺着肚子站着，身后是一群歪歪斜斜的差役，站姿比东倒西歪的旗杆还随缘。锣鼓倒是背了，就是看起来比城墙还老，敲出来的动静估计还没风大。林县令搓着手，踮着脚往官道尽头张望，脸上的褶子笑成了一朵陈年菊花，时不时扭头低声催促旁边的师爷。林县令清了清嗓子，声音洪亮的能把城墙上的灰震下来。下官梁城县令林有才率全城官吏百姓恭迎王爷。北疆苦寒，大人一路辛苦。我懒洋洋说道。林县令，有劳了。林县令脸上的笑比城门口的破锣还响，热情洋溢的表示边塞之地虽比不得京城繁华，但他治下百姓安居乐业，市集热闹得很。边说边做了个请的手势。大人若不嫌弃，移步城内，下官为您接风洗尘。我一听市集俩字，精神头立马来了。哦，走走走，本王爷正想看看北疆有什么新鲜玩意儿。林县令脸上的笑更灿烂了，腰弯的跟虾米似的，在前面带路，那架势活像是要带我去开盲盒。我扫了一眼那些地摊货，略带不耐的表示，这市集倒也热闹，不过本王爷在京城什么奇珍异宝没见过，这些实在提不起兴致。我压低声音往林县令那边凑了凑，挑眉笑道，这一路颠的骨头都快散架了，你们北疆可有什么娱乐活动？本公子想体验体验本地风俗。林县令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一个在下懂了的表情，那笑容里带着3分谄媚，3分猥琐，还有4分您可算问着了的得意劲啊。他搓着手凑过来，压低声音说，大人放心，梁城虽偏，该有的都有，保管让大人满意。没等他说完，我就抬脚往前走，催他快点带路。走着走着，觉着不对劲，市集上那些摊贩一个个表情慌里慌张的，眼神也怪得很。林县令搓着手，殷勤的表示天色将晚，不如先一步管驿稍作休整，等他安排妥当再请王爷过去，定让王爷尽兴而归。我啧了一声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扫兴。行吧行吧，就依你，先去瞧瞧你安排的管驿。小青总算松了口气，小声说，这梁城县看着还挺热闹的嘛。我语气平淡的打断他，热闹，小青，眼见不一定为实。燕石榴低沉的接了句，不如让属下去查查。我回头看了一眼他那张冷硬的脸，轻轻摇头，石榴，你这张脸太帅了，往人群里一站，比告示牌还招眼。语气一转，我认真了几分，对小青说，你机灵，换身不起眼的衣裳，趁天黑去城里转转，看看真的粮价盐价是多少。我冲燕石榴勾了勾嘴角，告诉他晚上跟我去个好地方。燕石榴眉头一皱，语气里带着犹豫，公子去那种地方怕是不太妥当，让你去当然是保我的小命，没你这尊冷面煞神镇着，我哪能玩得痛快。燕石榴闷了一会儿，知道拗不过我，点了点头。这时候林有才正趴在门外偷听，屋里忽然传来一声，北疆的妹子们，小爷我来了。林县令先是一愣，接着嘴角一抽，差点没憋住笑出声来。他拽着师爷溜到墙角，压低嗓门，快去春风楼安排，让妈妈把姑娘备齐了，10个8个不嫌多，今晚非得让这位爷腿软走不动道。老鸨扭着腰肢迎出来，大声说道，哎呦喂，公子大驾光临，咱们春风楼，姑娘们快出来好好伺候着。我皱着眉很不满，就这些？林县令可是把你这儿夸上了天，快把你们头牌叫出来，钱本公子多的是。老鸨着急解释，公子息怒，是小的安排不周，咱们的花魁苏沐雪姑娘正在梳妆，马上就来，保准公子满意。雅间的门被轻轻推开，一袭白衣气质清冷的女子抱琴而入，整个人往那儿一站，跟楼下那些花枝招展的莺莺燕燕像是2个世界来的。我脸上那副玩世不恭的笑收敛了几分，眼底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，这姑娘不太对劲。苏沐雪微微欠身，声音清清淡淡，像凉水浇在石板上。小女子苏沐雪见过公子。我靠在椅背上，翘起2郎腿，嘴上又挂回那副纨绔的笑。我拉开门，一脸不耐地朝燕石榴挥手，脚步踉跄着带出3分醉意。你杵在这儿跟个门神似的，碍眼，滚远点，别妨碍本公子快活。说话间，我凑近他，袖子一挡，脸上的醉态瞬间收了个干净，口型清晰无声地吐出2个字：账本。我回到座位上，随意问了句，苏姑娘这般品貌，怎会沦落风尘？家里没人了。苏沐雪语气平淡解释，命苦罢了，家里有个好赌的爹，改嫁的妈。我笑了一笑，还有一个扶不起的弟。苏姑娘，你这套说辞，怕是对无数客人讲过了吧？苏沐雪妩媚说道，公子莫说些扫兴的话，妾身的琴弹得如何？我大笑，高声说道，好，弹得好，本公子今天高兴。此时我已经有点醉了，大嚷着，春风楼所有人听着，今晚所有人的酒水花销全记在梁城县令林有才林大人账上，本公子请客。整个大堂陷入狂欢，客人举杯畅饮，护院警惕性下降。燕石榴如一道黑影从窗口翻入账房，落地无声，半蹲着扫视一圈，屋里没人。他站起身，目光快速掠过账房内的陈设，最后定在墙角那只上锁的红木柜子上。柜子不大，雕花倒是精细，锁头锃亮，
跟这破旧账房里其他东西格格不入。燕十六走近2步，手指在锁上捏了捏，回头看了一眼门缝，外头没动静。他从袖中摸出一根细铁签，插进锁眼，手腕微微一转，咔的一声轻响，锁开了。燕十六拉开柜门，里头整整齐齐码着几本账册。我一把搂住林县令的肩膀，胳膊搭得跟亲兄弟似的，嘴里喷着酒气，舌头都大了。放心，本公子回京后，在父皇面前替你美言几句，什么都有了。打发走林县令后，我脸上的醉态稍缓，倚着栏杆，目光似无意地瞥向后院账房的方向，停留一瞬，喧闹总算消停了点儿。我晃回雅间，醉得看人有重影，扶着桌子朝苏沐雪那边迷瞪了一眼，脑子里忽然冒出句诗：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我打了个酒嗝，嘴一秃噜，苏姑娘，你瞅着梁城县都快成亡国预备役了，知道不？说完自己都觉得离谱，我一个被踹出京城的废太子，操哪门子亡国的心？我察觉到他的异样，嘴角微扬，眼神却愈发深邃。我缓缓举起酒杯，笑着说：姑娘脸色凝重，可是嫌弃本公子的诗吟的不好？苏沐雪笑着说：公子说笑了，妾身只是想起了一些往事。我哼着小调，扭头冲燕十六说：别摆这张臭脸，待会儿姑娘们都不敢过来了。林县令瞅着我们进了春风楼，长舒一口气，嘴里念道：好好享受吧，废太子，你也就剩这么点乐子了。妾身只是想起了一些往事，苏姑娘不妨说说。他哽咽着：公子既知亡国恨，可知4年前梁城县茶商苏家一夜之间满门被灭。4年前我父亲得罪了地下钱庄赵虎，被逼上绝路，而妾身也只能沦落到此。林县令多年为赵虎提供保护，在地下赌场专门给北疆富商做局，大部分的北疆的商会早已被林县令控制。我沉思片刻，对他说：这玉佩你收好，若真有那一日，凭此物可保你一命。苏沐雪看着玉佩，低声说：公子你到底是谁？我脸笑了笑，坐直身体，整理了一下衣袖，说：今晚这曲弹得很好，接下来到本公子给姑娘抚琴一曲。燕十六闪身进入密室，密室内不仅有账册，墙上还挂着一幅标注古怪符号的北疆地图，中央有一个诡异的微型祭坛。他迅速拿起暗室内的核心账本，放入怀中。我倚着燕十六走出春风楼，眼神却瞬间清明，问他：都拿到了吗？北疆的日子实在无聊，我在县衙翻着县志，只想找点乐子。我问道：林县令，这北疆着实无趣，有没有地方让本王去耍两手？殿下，使不得啊！我大下律法禁止赌博。林县令脸上立刻堆起了恰到好处的为难，那副正经模样，倒像是真怕我闯祸。律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再说了，你是怕本王输了没钱，让你难做。我一句话就戳破他的假正经，他心里那点算计看得一清二楚。殿下言重了，下官只是担心您的安全。城西倒有一处雅集，颇为隐秘。他果然绷不住，立马低声给我指了城西那家隐秘赌房，这就对了嘛。走，带路，让本王也见识见识北疆的雅集。目的达成，我一拍他肩膀，这场戏该正式开场了。入夜，我们来到赌房门口，老板赵虎一脸横肉，眼神却精得很。林大人，稀客稀客，这位公子是？这是京城来的贵人，李公子，好生伺候着。林县令赶紧偷偷给他递话，点名我是得罪不起的人。赵虎一听是贵人，眼睛瞬间亮了，摆明了想狠狠宰一笔。李公子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，快，里面请。进了雅间，我故作纨绔，等着他们一步步给我下套。你这雅集有什么玩的？先玩几把骰子，猜大小，简单痛快。老板立刻推荐骰子，想用最简单的局引我上钩。庄家手速飞快，头中里的声音听得我心里一清二楚。重心偏移，这把大。我故作思考，假装认真听声，心里早就看穿了他们这点小手段。头中一扣，全场屏息，就等我往坑里跳。买定离手，100两大。我随手压下100两，先陪他们好好玩玩。头中揭开，显示4、5、6点，开中果然是大。第一把，我先赢点甜头。开门红，运气不错。继续，我笑着收钱。赵虎脸都僵了，显然没料到我第一把就中。接下来我故意连输，银子越来越少，装作手气越来越背。这手气怎么突然就背了？仙门！我故意表现得急躁懊恼，完美演一个输红眼的公子哥。看我输的差不多，赵虎终于露出獠牙，开始劝我借钱翻本。李公子，赌桌风水轮流转，难免的，要不要借点本钱？运气说不定就回来了。借钱？我配合着露出挣扎不甘的样子，让他以为我已经上钩。公子一看就是鸿运当头的人，这有现成银票5000两，画个押立马翻本。他立刻把银票借据摆到我面前，就等我签字落圈套。好，借就借，5000算什么？给我来1万两，这把全押了。大，我假装豁出去，直接借1万两全押，把赌徒模样演到极致。庄家扣钟时偷偷按了机关，这小动作根本逃不过我的眼睛。1、1、2、4点，小，真他妈背1万两，这就没了。开钟果然是小，赵虎笑得得意，以为我彻底栽了。我当场捶桌哀嚎，
把输光的绝望演得淋漓尽致。李公子，白纸黑字，1万两连本带利共13000两，您看是现银还是？戏演够了！赵虎立刻翻脸，拿着借据逼我还钱。现银？没有？怎么？本王的钱你也敢要？我直接摆起无赖姿态，看他接下来要怎么收场。本王，我还太上皇呢。李公子，赌房有赌房的规矩，还不上钱，那就得用别的抵。赵虎彻底撕破脸，挥手让打手围上来，响应来。7、8个打手把我团团围住。玩够了，我收敛笑意，只轻轻喊了一声16，就驾。下一秒，一道黑影从门外急冲而入，我的人到了。一名打手想偷袭，还没碰到我，就被16瞬间制服。16身形如鬼魅，几下就把这群打手全部放倒，碾压式解决战斗。你是什么人？赵虎看着满地哀嚎的手下，吓得脸都白了，话都说不完整。我的人，赵老板，现在能好好说话了。我缓缓站起身，此刻局势已经完全在我掌控之中。你们敢在鸿运坊闹事，知道这背后是谁吗？赵虎还不死心，想搬后台来吓唬我。那你知道本王背后是谁？整个北疆都是本王的，本王的钱，儿子们也敢要。我直接掏出龙纹玉佩往桌上一丢，身份一亮，震慑全场。皇子，殿下，本王，我还太上皇呢。李公子，赌房有赌房的规矩，还不上钱，那就得用别的抵。赵虎彻底撕破脸，挥手让打手围上来，响应来。7、8个打手把我团团围住。玩够了，我收敛笑意，只轻轻喊了一声16，就驾。下一秒，一道黑影从门外急冲而入，我的人到了。一名打手想偷袭，还没碰到我，就被16瞬间制服。16身形如鬼魅，几下就把这群打手全部放倒，碾压式解决战斗。你是什么人？赵虎看着满地哀嚎的手下，吓得脸都白了，话都说不完整。我的人，赵老板，现在能好好说话了。我缓缓站起身，此刻局势已经完全在我掌控之中。你们敢在鸿运坊闹事，知道这背后是谁吗？赵虎还不死心，想搬后台来吓唬我。那你知道本王背后是谁？整个北疆都是本王的，本王的钱，儿子们也敢要。我直接掏出龙纹玉佩往桌上一丢，身份一亮，震慑全场。皇子，殿下。赵虎当场下瘫，这才知道惹到了真正的大人物。赌坊外，800精兵早已列队合围，肃杀之气直冲云霄。抄家，凡赌坊财物尽数查封，相关人等一律羁押。我北疆王与赌毒不共戴天。我缓步走出赌坊，一声令下，直接抄了这祸乱北疆的赌坊。士兵高效行动，查封财物，羁押人犯，百姓远远围观，大快人心。第一桶金到手了，北疆这局棋该落子了。站在夜色火光里，我轻声开口，整治北疆的第一步终于完成。士兵们正忙着清点查封的财物，我站在中央，平静看着这一切。清点清楚，一笔都别漏。我随手拿起一锭银子掂了掂，示意燕16仔细清点，半点都不能马虎。公子，那是暗格里找到的，除了赌坊总账，还有这个。没过多久，燕16从内室出来，带来了赌坊的总账，还有一个神秘的邮布包裹。难怪这北疆的税一直收不上来。我打开邮布，里面是一本更精致的账本。翻了几页，我瞬间就明白了，北疆税收亏空的猫腻。角落里的赵虎被绑得严严实实，看到我拿着账本走过去，吓得浑身发抖，面如死灰。赵老板，这账本记得挺细啊，林有才收了你多少银子？我蹲下身，用账本轻轻拍了拍他的脸，语气平淡，却藏着十足的压迫感。殿下，这是假的，小人冤枉啊！赵虎吓得话都说不完整，还想狡辩，可他眼底的慌乱早就暴露了一切。给他醒醒脑子，别弄死就行。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示意燕16给他点教训，只要留着命，怎么都行。燕16上前，只几下，赵虎就疼得闷哼出声，心理防线彻底要崩了。我说，每月500两，眼影和丝矿的分成另算，都是林县令逼我的。没撑住多久，赵虎就哭嚎着招供，把给林有才的好处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光是林有才撑不起这么大场面吧？背后还有谁？我再一次蹲下，语气放缓，可这温和的语气里藏着更致命的追问。是右相府的前管事，赌坊、丝矿，还有往蛮族走的货，都有相府的干股。林县令也只是听前管事吩咐。赵虎眼神里充满恐惧，压低声音说出了一个更关键的名字：右相府。右相府，原本还以为来了北疆就可以逃离朝廷的斗争。殿下饶命，殿下饶命啊！小人上有80老母，下有3岁幼子，都是被逼的。赵虎像是抓住救命稻草，拼命磕头求饶。
说的还是那套老掉牙的台词，标准台词，下次换个新的，带下去，看好。我不耐烦地打断他，这种说辞我听多了，挥手让人把他拖下去，严加看管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何人敢在北疆闹事？李公子呢？李公子可安好？天刚蒙蒙亮，林有才就带着差役赶来了，装出一副焦急关切的样子。林县令啊，大清早的，吵什么吵？我慢悠悠从赌坊走出来，装出一副宿醉未醒的样子。殿下，您没事就好。下官听说殿下昨日在赌坊遇到事了，心急如焚啊。林有才见我没事，又瞥见里面的财物，眼神乱飘，嘴上却一个劲的恭维。本宫就是缺钱花，昨晚来这儿耍两手，没想到运气爆棚，赢了点，结果这赵虎输不起，想黑吃黑。我搂住他的肩膀，装作贪财纨绔的样子，编了个赢钱被黑吃黑的借口。原来如此，殿下洪福齐天，这赵虎竟敢冒犯天威，抄得好，这些赃款理应充公。林有才果然信了，眼底露出鄙夷，还假意试探，想打听这些赃款的去向。充什么公？这是本宫赢来的战利品，正好填补一下家用。林县令，你不会也想分一杯羹吧？不敢不敢。殿下说笑了，只是朝廷那边若问起，你就说本宫剿灭了一个匪窝，缴获点赃款。怎么，本王剿匪也要向林大人请示？我满不在乎地拍了拍他的胸口，把抄赌坊说成剿匪，一句话就堵住了他的嘴。深夜，林有才在书房偷偷写信，诋毁我贪财无能，还想把右相府的怒火引到我身上。荒唐贪财，不读为律，正好借他之手除掉赵虎。至于右相府的怒火，就让这蠢废太子自己担着吧。一只信鸽扑棱着翅膀朝着京城飞去，他以为自己算计的周全，却不知这正是我想要的。我正对着北疆地图沉思，琢磨着下一步的计划，小青就风尘仆仆的回来了。公子，我回来了，城外30里3个村子我都走遍了。慢点说，先喝口水。人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那些村民，公子他们真的在吃树皮。荒芜的村庄，面黄肌瘦的村民，只能靠剥树皮充饥，触目惊心。小青深吸一口气，开始认真汇报。盐价是京城的5倍，而且掺了至少30%灰土，铁器全被官府管制。继续说，粮食呢？官仓怎么说？我指尖不停敲击桌面，强迫自己冷静分析，追问粮食和官仓的情况，这才是百姓生存的根本。小青翻开笔记，快速流利背出粮价和出粮记录。过去3个月，凉城县官仓出粮记录分别是：初一50时，初五30时，初10，但同期粮价波动是每斗从80文涨到200文。我不由得有些惊讶。等等，你全记下来了？我停下动作，满脸诧异，他竟然能把这么多繁杂的记录全部记在脑子里。公子，我从小记性就好，看过的东西基本不会忘。小青微微低头，语气里带着自豪。过目不忘，你这是人心扫描仪啊！我忍不住绕着他打量，心里又惊又喜，这可是个难得的人才，有他在能省不少事。光子扫描仪是啥？还有我不仅能记粮价。小青歪着头，一脸困惑，听不懂我随口说的现代词。夸你呢？还有什么？一次性道出来。我笑着摆摆手，没跟他解释，只鼓励他把知道的所有情报全都告诉我。盐商刘富贵过去3个月出货记录：走官道17次，走小径9次，县衙差役轮值表，王五和李二每逢初时20币同时请假。还有得到鼓励的小青，语速快得像报菜名，一条条情报脱口而出，连最细微的细节都没落下。听着这些情报，我脸色渐渐凝重，立刻喊来燕16，该整合所有信息，做下一步打算了。主子，话音刚落，燕16就像一道影子，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口，一如既往的利落。北疆有丝矿，不止一处，产出铁矿石，未入关账，直运北方。燕16走近，言简意赅地汇报了丝矿的情况。铁矿石私运北方，这背后定有猫腻。我走回地图前，手指点着对应的位置，瞬间理清了所有关联。饥荒、四矿、蛮族渗透，环环相扣，粮价飞涨，百姓无力耕作，铁器管制，农具破损，无法开荒增产。四矿铁石自敌，蛮族越发强大，边境不稳，更无法安心生产。小青和燕16站在我身后，认真听着我的分析，一个若有所悟，一个眼神锐利。饥荒、四矿、蛮族渗透，光解决粮食只是治标。你刚才说严昌辉，铁器管制，百姓手里既没钱，也买不到像样的东西，光解决粮食问题只是治标不治本，百姓没钱没物资，根本无法真正摆脱困境。公子，我们刚得的赌坊赃款，若全用于购粮赈灾，所剩无几。燕16一针见血，点出了我们最大的短板。刚到手的赌坊赃款根本经不起大规模赈灾，必须再想办法筹钱，得想个法子再弄点银子。小青，你说说这城里什么多？我在书房里来回踱步，脑子里飞速盘算，让小青说说城里最常见的东西，或许能找到突破口。公子，这北疆除了草木灰什么都没有，
小青翻开笔记，努力思索，提到了草木灰。这个看似无用的东西，却让我眼前一亮。草木灰，小青，你立大功了。这东西的用处可大了去了。公子，草木灰能有什么用？难道是？小青和燕石榴对视一眼，满脸疑惑。不是吃，是变废为宝。我没有直接解释，只是抱胸一笑。小青，明天开始，你的任务变了。公子，请吩咐。我们要先做个试验。第一，你去大量收购城里的草木灰跟猪油。第二，悄悄找几个信得过的手巧的妇人。第三，准备一些陶罐、木桶和生石灰。我走到他面前，一条条清晰下达指令。小青的手在笔记上飞速记录，眼睛发亮，满是好奇。公子，我们到底要试验什么呀？一种能让脏东西消失，让皮肤变滑，让所有人都愿意掏钱买的小东西。如果成功了，它就是我们在北疆打破所有垄断的第一块砖。我们三人定格在书房里，北疆的第一个拳头产品就从这间书房正式开始了。猪油熬化，草木灰滤碱水，比例要算准。我在后院搭了临时作坊，挽起袖子动手熬猪油。小青站在一旁捏着鼻子，一脸嫌弃。公子，这黑乎乎油腻腻的东西真能变宝贝，闻起来像馊了。看着锅中翻滚的猪油和黑乎乎的草木灰水，小青满脸怀疑，连味道都嫌弃的不行。别急，化学反应需要时间。这味道是有点上头。小青，记下，下次通风要做好。我头也不抬地将碱水倒入油中搅拌，淡定安抚他，顺便提醒他记下改进的地方。这味道确实有点冲。公子怕不是在练毒吧？我听见他小声嘀咕，忍不住觉得好笑。这丫头还是太年轻，不懂什么叫变废为宝。放心，毒不死你。几天后，肥皂终于凝固成型，虽然微黄粗糙的样子不好看，但我知道试验已经成功了一大半。成了，就是卖相差点。小青，打盆水来。小青打来水，我让她用脏手试试。随着搓洗的动作，泡沫慢慢冒出来，污渍也一点点被洗掉。洗掉了，还滑滑的。小青看着自己变得干干净净，还带着滑腻感的手，满脸不敢置信。公子，成功了，真的洗得好干净。我要。反应过来的小青兴奋地扑到我面前，吵着要肥皂。刚才的嫌弃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。刚才谁说我练毒来着？这块给你，不过我们得改进，要更白更香。我忍俊不禁，把一块成色烧好的肥皂递给他。接下来就是改进肥皂的卖相和香味了。东西是好，可怎么才能让全城的贵人都知道呢？改良后的肥皂变得洁白带香，可再好的东西没人知道也没用。我看着窗外，琢磨着推广的法子。有了，最好的广告不就在春风楼吗？春风楼那里的贵人最多，是最好的广告阵地。苏姑娘，这是李公子送来的香皂，说是洁肤佳品，你试试，若好呢，便替他说说好话。我让老鸨把改良后的香皂送给苏沐雪，只要他觉得好，自然能帮我传开名气。果然滑腻生香，此物不俗。苏沐雪试用后，对着铜镜抚摸自己光滑的脸颊，看来她对这香皂很满意。我来到春风楼与苏沐雪对坐，开门见山问她试用后的感受。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一步。苏姑娘试用过了，感觉如何？却是佳品。公子想让我如何帮忙？请姑娘在楼中替我推广此物，所得利润你占一成。此外，我想借姑娘之口放出一个消息。苏沐雪果然是个爽快人。什么消息？就说北疆商人李明欲寻可靠商人合作，共拓商路。3日后于府内开招商大会，此事不难，我会让该听到的人听到。东家，春风楼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李大人有意合作，3日后设宴招商会。有意思。消息很快传了出去，各大商铺都收到了消息，开始琢磨着要不要来赴宴。公子，春风楼那边香皂卖疯了，苏姑娘真厉害。没过几日，小青就兴奋地拿着算盘来汇报，苏沐雪的推广果然管用。接下来该会这3位地头蛇了。小青，准备宴席，要最好的酒菜。暮色时分，3顶轿子从不同方向驶来，停在县衙门口。王守财、刘富贵、张铁锤3人分别下了车，彼此对视，各怀心思。一场关乎北疆商路的博弈即将开始。宴会厅布置的雅致考究，灯火璀璨通明。3大富商王守财、张铁锤、刘富贵早已规规矩矩落座，我面带从容笑意，稳稳坐在主位之上。我举起酒杯，笑着说：“3位老板赏光，李某荣幸之至，先敬各位一杯，感谢往日关照，更期待未来合作。”我放下酒杯，朝身后的小青使了个眼色，嘴角挂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。最近得了些新奇玩意儿，想请3位长长眼。小青会意，端着几个玻璃制品，恭恭敬敬搁在桌上。王守财眼珠子差点掉进锦囊里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挤出一句变了调的话：“这是水晶，不对，比水晶透，
比水晶亮。这他娘的！张铁锤凑过来，眼珠子瞪得比铜钱还圆，倒吸一口凉气，嗓门大的能把房顶掀了。乖乖，此物只应天上有啊！李公子，这莫非是仙家法宝？我差点没把嘴里的酒喷出来。刘富贵强压着激动，声音发紧：公子，此物产量如何？成本几何？我瞥了他一眼，这倒是有点意思。别人都在惊叹仙家法宝，他已经开始盘算生意经了。我捏着那块玻璃，漫不经心往桌上一搁，这东西叫玻璃，非金非玉，原料嘛，就是沙子。好东西一个人捂着，容易招祸。今儿请3位来，是想搭个新台子，一起唱戏。刘富贵谨慎地问：愿闻其详。公子说的新台子是？我回道：成立北疆商贸行，我以技术和配方入股，占5成1，3位各以渠道、资金和信誉入股，各占1成。张铁锤嘀咕着：5成1，那剩下的2成9呢？剩余1成9，留作激励，奖励给对商贸行有突出贡献的掌柜、工匠，甚至未来的新伙伴，这叫股权激励。王守才困惑着：公子，这文书上写的技术保密协议，竞业禁止是何意？小青解释道：就是拿了我们的方子，不能外传，入了我们的行，就不能再做同样的买卖，跟咱们打擂台，赚了钱怎么分，上面都写清楚了。刘富贵低声道：条款是古怪，但东西是真宝贝。张铁锤大喊着：干了，跟着李公子，错不了。我觉得稳了，平静说道：合作可以，但3位各需先交2万两，作为诚意金与首期股本。3位富商的表情瞬间变了样。王守才脸上挤出个笑：李公子，2万两不是小数，何况我们只占1成股。这张铁锤嗓门大的能把房顶掀了，就是1成利还要先交2万，俺的铁铺1年也赚不了这些。刘富贵放下酒杯，脸上的笑收得干干净净，语气冷下来：李大人，北疆商路没我们3家点头，您的玻璃肥皂再好，也出不了2成线。我非但不怒，反而轻轻笑了。3位这是不愿合作。我轻拍2下手，声音不高不低：16，进来。门被轻轻推开，燕16一身黑衣闪了进来，他眼神冷冽。王守才神色紧张，问道：李大人，这是何意？谈生意还要动武？燕16面无表情，声音压得极低：殿下，800带甲卫兵已列队门外，听候指令。王守才手里的酒杯啪地摔在地上，碎瓷片子溅了一地。张铁锤喉结上下滚了好几滚，嘴巴张着，愣是没发出声。刘富贵最体面，只是额头上那层细汗越聚越密，顺着鬓角往下淌。我缓缓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看着他们3个，声音不紧不慢，却一字一字都像钉子往桌面上钉。本宫乃当朝2皇子，即便在北疆，也是你们的主子。今日我不是来求你们合作的，这北疆商贸行，你们入便是股东，有钱一起赚。要是不入的话，门外800甲士便可换个理由去各位府上抄家，私通蛮族，囤积居奇，对抗朝廷，哪条不够面门？王守才腿一软，从椅子上滑下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：殿下饶命，小人愿交2万两，不3万，3万两，只求殿下开恩。张铁锤扑通一声跪下去，声音都劈了：俺也交，别抄家，俺铁铺虽小，2万两砸锅卖铁也凑出来。刘富贵跟着跪下去的时候，膝盖落地轻得多，声音却稳不住：刘某愿从殿下安排。我语气缓和说道：既如此，便按方才所说签了吧。小青把笔墨与合同文书放到桌上，3只颤抖的手先后在合同上按下红印。我将3份合同收起，递给小青：3位继承股东，以往些许小过，本宫可既往不咎。但若往后3心2意，燕16和门外800甲士会堂去各位府上走动。3人魂不守舍地爬上各自马车，在士兵列队注视下仓皇驶离。师爷慌张大喊着：老爷，不好了！王、张、刘3位方才从县衙出来，失魂落魄，听说都签了那废太子的契约，交了巨款。林县令面部肌肉抽搐，眼中闪过怨毒与恐慌。好你个废太子，断我财路，笼络人心，这是要掀我的桌子！给我磨！我要立即修书给右相大人，此子不除，北疆永无宁日。小青抱着合同兴奋说着：殿下，6万两到手。他们吓得腿都软了。一旁的燕16平静说道：已派人暗中跟上，林县令府上刚才有快马出城，司往郡守方向。林有才贪婪又蠢，被我断了3条财路，绝不会坐以待毙。他必会狗急跳墙，要么联络靠山反扑，要么准备跑路。我转身对燕16说：16，让兄弟们准备好，天亮之前我们要先发制人。林县令该殉国了。火把微光中，我将一份卷轴交与燕16，对他说道：按计划行事，控制县衙，不伤无辜。但林有才及其心腹，一个不许放走。数个黑影如夜鸦般悄无声息地翻过县衙围墙，燕16如鬼魅般前行，瞬间无声制服2名打瞌睡的巡逻差役。燕16打个手势，2名精锐撬开门栓，迅速潜入。林县令从睡梦中惊醒，刚欲喊叫，已被2把钢刀架住脖子，嘴被捂住，火把通明。
林县令被压跪在地，衣衫不整。县城和几个心腹差役同样被制住，瑟瑟发抖。我端坐主位，林县令挣扎叫嚣着：“李明，你一个废太子，敢擅捕朝廷命官，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”我淡定说着：“王法，本宫这就念给你听。”我不慌不忙，从袖中取出那份卷轴，我一本正经读着内容：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北疆县令林有才，忠勇体国，御满有功，特追封钟永伯，其家眷同训，后葬之。听此，林县令愣住，眨巴着眼：追封钟永伯，同训，后葬，不对，等等，我没死啊！我目光冷淡地看向林县令，说：现在死了。林县令直接瘫在地上，鼻涕眼泪糊了一脸，冲我磕头求饶，说他知道错了，所有银子都交出来，只求饶他一家人活命。我没搭理他，直接下令动作麻利点，下葬时辰快到了。对外就说林县令带着全家抗蛮族殉国了。另一边，小青正忙活着清点抄家的战果，银子、粮食、珠宝堆得跟小山似的，他数得两眼放光，手都跟不上烫了，简直数不过来。他抱着一摞账本，兴冲冲地跑到我跟前汇报，我连看都没看那些账本，直接告诉小青，盯紧最近城里有没有快马往京城方向跑。又像攥着林县令之前送来的求救信，气得把茶杯都捏碎了，拍着桌子大骂：蠢货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李明，你这是找死！皇宫偏殿内，右相正在告我的状，皆因我杀了林有才。右相怒斥着我恶劣行径，那废太子李明无法无天，竟伪造圣旨，擅杀朝廷命官林有才全家。大皇子李成抬起眼皮，脸上多少有点意外。我这个废物弟弟在北疆那苦地方倒是挺能折腾。他问右相觉得该咋办。右相上前一步，声音压得更低，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说道：此子不除，后患无穷。老臣以为当以雷霆手段处置，以儆效尤。偏殿里闷了老半天，李成手指头一下下敲着桌面，那动静听着就瘆人，跟催命似的。他慢悠悠开了口，就按右相说的办，这事儿交给右相全权处理，利索点，别留尾巴。深夜，右相府密室，右相对着屏风后的黑影冰冷地说着：告诉暗影阁北疆李明，我要他死，价钱再加3成，要快。那个穿红衣服的姑娘手脚利索得很，正是左相家的千金左清月，手里拎着把木剑，正跟5、6个家丁打得热火朝天。她身子灵巧，见路子爷爷，那几个家丁压根接不住。练完了，丫鬟递上汗巾，小声说相爷让去书房一趟。左清月擦着汗，嘴一撇：爹找我准没好事，不是挨骂就是琴棋书画那一套。左相正盯着北疆来的密报，里头记得自然是我在那边的动静。他瞅着瞅着，脸上倒露出几分欣慰，又怕我一直窝囊下去。可眼下这情形，右相那老东西是不会放过我的。左清月一进书房，左相就把下人都支开了，嘱咐说谁都不许靠近。他清楚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。左相将那份密报递给了左清月，左相低声告诉他，北疆出事了，二皇子抄了林有才的家。左清月脸上露出了几分惊讶，那个荒唐太子，他居然有这本事。左相告诉女儿月儿，魏父要你即刻动身，秘密前往北疆，暗中保护二皇子。左清月一听很嫌弃，保护那个纨绔，再说北疆苦寒，我才不去。左相微微一笑，告诉他，北疆现在恐怕是京城之外最有趣也最危险的地方，这是一个跳出这4方庭院的机会。难道你真想一辈子被困在这京城？左清月思索着，听起来好像比在家揍这些家丁有意思。行，我去，什么时候走？左清月利索地翻身上马，从丫鬟手里接过水壶，撂下一句回来给你带北疆好玩的，一家马肚子就跑没影了。与此同时，北疆县衙书房，我听着燕16的汇报，他发现了2匹前往京城的快马。我琢磨了一会儿，跟燕16说，李成和右相那帮人该动刀子了，让弟兄们今晚开始警醒点，尤其是书房和卧房盯紧了。燕16原是暗影阁的人，代号陆，一手剑术那叫一个利索，可他没料到接下来要跟他碰上的就是暗影阁。大半夜的，县衙外头的小巷子里，2个黑影窜得飞快，凑近了瞧，是暗影阁那俩杀手。墙根底下七蹲下来，冲着八打了一串复杂又精准的暗影阁手势。八看着手势，点了点头，凶光直冒，说道：明白。屋顶上头，燕16提着剑，低声说道：2只老鼠，7根一片树叶似的，轻飘飘的落在地上，哧溜一下就钻进了廊柱的阴影里头。巡逻的兵丁从旁边走过去，愣是没发现，他们俩就是暗影阁的7和8，奉命来杀我。一道黑影跟夜宵似的，无声无息的从屋顶上飘了下来，把路给堵死了。正是燕16。谁？此路不通。这起手是孤鸿落影，你是鹿，你还活着？小青正扒着门缝往外偷看呢，身子猛地一抖，赶紧捂住嘴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回头看向我，低声说：16，以前是暗影阁的人，
主子，这可怎么办？我语气平静回答他，管他以前是老陆还是老七，能帮我抓到外面这2只老鼠的，就是自己人。叛徒，阁主找了你3年，哼，今天正好，我们兄弟摘了你的头，回去领双份赏。就算你是前6的陆府，以1敌2，你也毫无胜算。交出太子，留你全尸。试试。什么人？暗影阁办事，滚开！暗影阁，没听过。本姑娘路见不平，就爱管闲事。各位，杀了他们！隔壁房间里头，我悠闲地坐在桌前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脸上一点波澜都没有。我淡定跟小青说，打完了记得叫我，外面刀剑无眼的，剑身上血不好洗。小青紧张地扒着门缝往外看，眼睛瞪得溜圆。突然小青小声兴奋地说，公子，打完了，燕大哥和那个红衣女侠赢了。谁派你们来的？我说是右相赵崇。看住他们！放心，跑不了。喂，闷葫芦，那个李明的纨绔在哪儿？哟，这位路见不平、英姿飒爽的女侠，看着有点眼熟啊。要不要留下吃个夜宵？我让厨子做点好的。左清月上下打量着我这副荒唐太子的做派，毫不客气地翻了个大白眼，不屑说道：“左相府，左清月，奉家父之命来看看你，夜宵免了，看着你就饱了。”哦，左相大人的千金啊！失敬失敬，那看来这夜宵更得吃了。把这儿收拾一下，沏壶好茶，我要和左姑娘好好聊聊。看着他嫌弃的样子，便开起玩笑说：“左姑娘，方才真是多亏了你，救命之恩，你看我以身相许怎么样？”左清月警告回应：“李明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若非家父严命，单凭你这句话，我此刻就能一剑杀了你。”没想到他这么认真。别，左女侠剑下留人，我这条小命还得留着给北疆百姓造福呢。开个玩笑，怎么还急眼了？燕16走到我身边，沉稳说道：“打扰了，探子禀报，北山铁矿探明了，储量可观，易于开采，矿脉裸露，距此30里。”我沉思片刻，自言自语：“好，有了铁，很多事就能做了。”三人进了书房，我刷的在纸上画着，很快勾勒出长管子一样的东西，是一把枪。我兴奋地告诉燕16，我们要做一种新东西，一种能在100步之外取高手性命的武器。燕16一怔，问我是什么东西。我告诉他，火枪。左清月忍不住凑近一看，嗤笑说：“火枪，听都没听过，一根铁管子就能让普通人杀高手。”他继续嘲笑说：“李大人，你莫不是惊吓过度，开始说胡话了？”我认真回复他：“左姑娘没见过的东西，未必就不存在。就像半个时辰前，你也未必想过会和我这个废物站在这里讨论兵器吧。”我接着给燕16下令，让他从军中挑选30名绝对忠诚的士兵，组建火器试验队，由他直接统领。北山铁矿的开采和护卫工作绝对不能出问题。我一改轻浮语气，跟左清月说：“左姑娘，令尊让你来，想必不只是当个看客。火器营的选址、防卫以及未来小规模实战测试，需要一位懂兵法、能服众的将领协助，你可有兴趣？”左清月很快被吸引住，明显被勾起了兴趣，说：“你想让我帮你练兵？”燕16领了命，悄没声息地转身离开。我回复左清月的话：“不是帮我，是帮北疆，帮你自己。在这里，不管男女，不管来历，凭本事挣前程，比起京城4方庭院可痛快得多，不是吗？”左清月一改语气，问我那火枪真的可以造出来吗？
我转过身，露出自信的笑容，告诉他能不能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我压低声音，略带神秘，接着说，不过首先我们得把火药给弄出来，那玩意儿动静可比今晚的刀剑声大多了。北疆边境的官道上，一辆精致马车慢悠悠地驶过来，坐在里面的是大周国的公主周明书。丫鬟翠儿掀开车帘，好奇张望，好奇说道：“前面就是大夏北疆了，听说这里荒凉得很。”周明书目无表情，手里头拿着退婚书，等着退了与大夏废太子这荒唐婚事，那10万两黄金聘礼原封送回，大夏与大周也算两清。下了马车，翠儿眼睛瞪得溜圆：“公主您看，那是什么铺子？人好多。”一个兔女郎打扮的姑娘热情地迎上来，冲周明书行礼招呼：“这位贵客面生的紧，是第一次来咱们北疆吧？快里边请，尝尝咱北疆王弄来的西域美酒。”周明书低声说道：“北疆酒吧。”接着斥道：“你们穿成这样成何体统，有辱斯文。”兔女郎捂着嘴笑了。贵客说笑了，这可是李大人专门为我们改良的衣服，客人们都喜欢得很。周明书眉头微微一皱，眼神里头闪过一丝轻蔑，心里想着这大夏废太子果然如传闻般荒唐。翠儿小声嘀咕：“公主，这地方好生奇怪。”他们路过一个玉器摊子，周明书轻声说道：“想不到我大周的玉石在这里也流行。”玉贩子一脸狡猾，伸手按住玉佩，说道：“姑娘好眼光，这玉可是大周核心矿区来的，1000两。”翠娥气得不行，手指着摊上的价牌子，怒斥：“老板，这玉明明标价50两。”玉贩子身后走出2个壮汉，他嚣张说：“标价是标价，我今儿就卖1000两，你摸过了就得买。”周明书冷淡说道：“不买又如何？”玉贩子凶狠说道：“来人，有人想闹事。”说罢，一个壮汉就冲上前来，就要抓住周明书的手腕，怒道：“不买别想走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燕十六紧紧抓住壮汉的手腕，疼得他直叫唤。玉贩子心虚说：“你们什么人，敢管闲事？”我亮出一块令牌，平静说道：“连我也不认识了。”玉贩子吓得扑通就跪下了，咣咣磕头：“李大人，我错了，我这就走。”我挥了挥手，不耐烦说道：“快滚，以后别让我看见你。”周明书平静看着我，礼貌问道：“多谢阁下解围，敢问阁下名字？”我拱手行了个礼，告诉他：“姑娘受惊了，在下北疆画事人李明。”周明书心里想：废太子李明怎么跟传闻中的不太一样？我微笑说：“姑娘可随意看看，北疆虽小，新鲜玩意儿不少。”转眼到了傍晚，周明书和丫鬟到了客栈房间。翠娥惊喜大叫：“这被子好软，好像不是棉花。”周明书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，轻声说：“这北疆似乎还挺有趣的。”翠娥偷笑嘀咕：“殿下该不会喜欢上他了吧？”周明书轻咳一声，淡淡说着：“翠娥，休要胡说。”一道黑影轻盈地落在客栈走廊的窗外，黑影轻轻扣了3下门。周明书眼神一凝，低声说道：“进来。”黑影闪身入内，单膝跪地。黑衣恭敬地说：“殿下，黄金已运至黑水河，3日内入境。”周明书跟他说：“一定要保证车队安全抵达，黄金不能出事。”黑衣人退下后，周明书独自站在窗前，望着夜色，月光洒在他脸上，表情复杂难明。他嘀咕着：“李明，黄金到了，我跟你就再也没有瓜葛。”黑水河石桥上，大周使团的车队正缓缓通过，马车上拉着的就是退婚的黄金。护卫们警惕地环顾四周，走着走着，护卫们都觉得愈发炎热。忽然一名护卫停了下来，虚弱地说了一句：“怎么有点热？”话还没说完，他胸口猛然爆出一团蓝色火焰，瞬间就把他整个人给吞了。紧接着1个、2个、3个，接连又有好几名护卫身上窜起蓝火，惨叫声一个接一个，马匹被吓得嘶鸣乱窜，整个车队乱成了一锅粥。拉黄金车的2匹马被火焰和惨叫吓得前蹄扬起，疯了一样冲向桥边，咔嚓一声撞断了石栏，连车带马一头栽进了河里，马车重重砸进水里，水花冲天，黄金箱子散落开来，慢慢沉进了浑浊的河水中。戴浩三浑身湿透，跪在地上，给大周公主周明书讲述着昨夜过黑水河石桥，突有妖物作祟，护卫们凭空自燃，马匹受惊，连车带黄金全坠河了。周明书身体前倾，急切地追问：“黄金怎么样了？”戴浩三头叩地，带着哭腔回答：“属下带人打捞了一夜，一无所获，黑水河湍急，恐怕黄金都被冲走了。”周明书猛地站起身，大声怒斥道：“立马命人去下游打捞，是妖是魔都要把黄金找回来。”说完，周明书语气急迫，跟翠娥说：“小翠随我去报官。”另一边，小青气喘吁吁地向我跑来，大喊着：“公子，出大事了！北疆有妖怪！我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你让我怎么接受这一切？这又不是玄幻剧，怎么会有妖怪？”我告诉他别急，慢点说。小青深吸一口气，慢慢道来：“昨夜黑水河有妖物作祟，丢了一车的黄金，现在施主正在衙门闹事呢。”我走进衙门大堂，昨日女子便向我开火：“李大人，你来得正好，你北疆地界妖物横行，将我大周1000两黄金化为虚有，此事你作何解释？”
我跟周明书说，让他稍安勿躁，等我查明，一定会给他一个交代。周明书凑进来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交代？你可知那1000两黄金是你我两国联姻的聘礼？”周明书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，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若因此影响两国邦交，你一个废太子担得起吗？敲你娃，居然是来跟我退婚的！”我冷冷跟他说：“原来大周公主是来退婚。”周明书说：“是又如何？你如今太子之位已被废，我与你退婚，合情合理。”我笑道：“公主殿下，若我能查明此案，找回黄金，揪出真凶呢？”周明书冷冷回道：“若能破案，自是最好。你想要什么？”我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。若我查清此案，是我休了你，而不是退婚。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眼睛瞪得溜圆。周明书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即眼中涌起怒意和难以置信。你说什么？我笑道：“公主殿下，黄金是在北疆丢的，我有责任查。但若我查清了，好歹保全了公主颜面和两国关系，要点补偿不过分吧？”周明书一怔，心想这个李明与传闻中那个荒唐太子判若两人，他究竟是狂妄还是真有底气？我压低声音，毕竟被退婚的废太子和主动休妻的男人听起来总归不一样，对吧？周明书冷冷告诉我：“好，本宫答应你，你若能破此案，找回黄金，便依你所言；但若你查不出或拖延推诿，就莫怪本宫将此事原原本本奏报我父皇与大夏朝廷。”走出大堂，小青低声问我：“殿下，您真要休了大周公主啊？”我笑着回答他：“不然呢？让她退婚，传出去我多没面子。”我告诉燕16，封锁现场，谁也不得入内。我来到现场，河面上船只在打捞。燕16告诉我，目前只捞上来一些马车碎片和石头。我蹲下来，仔细查看断裂的石栏边缘和桥面上的痕迹。这不是普通火焰造成的，这是磷粉。磷粉遇空气自燃，产生蓝绿色火焰，温度不高，但看起来吓人，全是装神弄鬼的把戏。我对身边的公主说：“公主，此案已破，不是妖物作祟，而是人为。磷粉燃点极低，极容易被人为引燃制造鬼火。”周明书问道：“就算是这样，那消失的黄金又作何解释？还有凶手怎么能算准到了桥上自燃？这女人还不算笨。”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她有点生气，不耐烦嚷嚷着：“别卖关子，快说！请问公主身边可有炼丹师随行？”罪额抢答：“最近大周境内盛行炼丹，炼丹师没有1000，也有几百，我们公主府上就有好几位呢。”我给众人解释，有一种物质叫钾，遇到潮湿空气极易自燃，可以通过草木灰提取。凶手在护卫衣服上涂抹了钾跟磷的混合物，队伍行至这水汽充沛的河边，刚好空气水分够多，混合物便恰到好处的自燃了。小青兴奋大喊：“我明白了，凶手是想借鬼怪的名义劫走黄金。”我摇了摇头，对，也不对。周明书更想不懂了，不是鬼怪劫走，那河里的黄金去哪儿了？难道真被水冲走了？我告诉他们，真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黄金从来就不在马车上。所有人都被这个结论镇住了。我把公主拉到一边，指着地上浅浅的车辙，一辆装满黄金的马车，不可能只碾出这么浅的痕迹。周明书突然醒悟，问道：“你是说黄金一开始就不在马车上，我们运的就是石头？”我告诉他，没错，凶手之所以装神弄鬼，就是为了掩盖黄金早在出发前，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被调包的事实。坠河、打捞都是烟雾弹。我问他，还有谁知道这批黄金具体的运输路线和过桥时间？周明书心里想，路线、时间，除了我与父皇指定的几位重臣，就只有负责行程安保的3。就在这时，一枚透骨针从树林的阴影里头急射而出，直取公主的后心。燕16精准击中那枚透骨针，瞬间击飞了。代号3从树林阴影中缓缓走出来，脸上挂着阴冷而戏谑的笑容，大笑着：“今天谁也别想活着离开。”燕16很快说出对方的身份，是暗影阁的人，排名第3，外号巴比罗汉。燕16持剑主动出击，身形如电，直刺代号3。代号3不闪不避，双手一甩，好几枚为了毒的暗器直奔燕16的面门和要害。燕16瞳孔一缩，千钧一发之际凌空扭身，避开了大部分暗器，但一枚透骨针还是擦过了他的左臂，带起一流血花。燕16踉跄落地，左手捂住伤口，血从指缝里直往外渗，脸色白了一分，但他握剑的右手依然稳得很，眼神死死盯着代号3。代号3狂妄大笑，哈哈，暗影阁第3，巴比罗汉，我的暗器天下第一，10步之内没人比我更快。众人看到燕16受伤，无一不露出担忧，看来在场没人是3的对手，这下可要糟了。代号3对着我嘲笑：“废太子，下一个就是你，让你的护卫尝尝我暗器的滋味。”我大笑：“你说10步之内没人比你快？”3有些生气，大喊着：“你笑什么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”我从腰间掏出一把枪，笑着跟他说：“我笑你没见过世面。”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目光全盯在我手里那个铁管子上。3依然嘲笑着我，拿根铁管子吓唬人。废太子，你黔驴技穷了吧？我不想跟他废话，真理
只在射程之内，10步以外枪最快，10步以内枪又准又快。砰！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，火光和白烟从枪口喷发出来。代号3胸口爆开一团血花，他难以置信地低头看着自己胸前的伤口，整个人向后踉跄倒地，嘴里还说着不可能。显然在场的人都被吓到。公子，你这是什么法宝？太厉害了！我吹了吹枪口，手腕一翻，把枪插回腰间，然后看向震惊的周明书，微微一笑。公主殿下现在信了，妖火是人造的，这妖术也是人造的。深夜黑水河，我撕开代号3事件的内衬，找到油纸包，藏在这儿。我展开油纸，只见又像硬件和胶痕密信。我飞速扫完密信，小心好奇探头，几个关键的句子尽收眼底。青鸟不至玉门关，应许黄金换平安。右相府的印，我瞬间洞悉阴谋，内心暗道：青金北运，蛮族坚硬。原来如此。小青立即通知清月，前往北边拦截黄金。是，公子。黎明桥头，我见到周明书，直接递出密信。想不到代号3勾结贵国右相，还有北方蛮族，此事牵连势力众多。面对他的质问，我直言真相。右相把聘礼送给了蛮族，意在挑起两国争端。周明书压下怒火，语气决绝：黄金必须截回。我已派人前去。16，随我去接应清月，让800个弟兄们准备好。北方蛮族人数众多，而且个个骁勇善战，800人恐怕800就800，就算是10万大军，我也不带怕的。我知道，此时清月正红衣白马疾驰北疆，驾可左清月单人单骑，面对的是黑压压的蛮族大军，这让蛮族首领铁木森居高临下，肆无忌惮地发出嘲讽：哈哈哈，你们大夏国是没有人了吗？就凭你一个丫头片子，让北疆王那个孬种出来？哼，就算是女儿身，我的剑也未尝不利。左清月毫不示弱的样子激怒了铁木孙，来人，拿下他，今晚抓回去给兄弟们陪酒。蛮族士兵蜂拥而上，左清月陷入围攻，险象环生。公子，清月撑不住了。枪声巨响，马蹄声慢慢由远及近，我及时赶到，举枪射击，击毙冲向清月的蛮族勇士。这一枪将他从绝望中解救。公子，蛮族士兵见同伴被我远距离击杀，满心惊恐，将火枪当作妖术，满脸不敢相信，竟然100米之外击杀我蛮族勇士，这是什么妖术？我知道山坡上的明叔正关注着这边的战况，这火枪威力巨大，说不定很有胜算。我带着800火枪手现身战场。野木孙又惊又怒，厉声喝问我的身份，来者何人？竟敢跟我铁木孙作对？看着铁木孙嚣张的模样，我故意戏谑挑衅：哦，孙首领啊，你爷爷北疆王李明在此。我的挑衅彻底激怒了铁木森，他挥刀咆哮，妄言要踏平北疆，口气不小。今天我10万铁骑必将踏平北疆。我收起笑容，表情冰冷，抬手下令让火枪队做好准备，进攻正式拉开序幕。原来是孙10万将军啊！火枪队准备，火枪手们齐刷刷端枪瞄准，动作整齐划一，静默之下是碾压一切的爆发力。弟兄们，他们就800人，优势在我，给我上！铁木孙嘶吼着下令冲锋，蛮族骑兵蜂拥而上。他们不知自己面对的是降维打击，蛮族骑兵冲入射程，我猛地挥下手，短暂的寂静是他们覆灭的开端。火枪队齐射而出，火焰浓烟喷涌，蛮族士兵成片倒下。火枪的威力击溃了蛮族的心理防线，他们陷入混乱，自相践踏，纷纷崩溃逃窜。不好，对方会妖术，快跑啊！铁木孙看着溃散的军队，徒劳嘶吼，脸上满是不甘与绝望。枭雄末路，再无往日嚣张，不要退，都给我上，都给我上啊！亲兵见大势已去，哭着劝铁木孙逃跑。将军，弟兄们都跑了，你也快跑吧！铁木孙放下仇恨狠话，回头瞪了我一眼。李明，今日之仇，我记住了。撤！便也调转马头，随溃兵逃去了。战役落幕，我策马走向清月，身后火枪队肃立，战场归于宁静，胜利预示着新的开始。我知道明叔在山坡上看着我，这场碾压是胜利，彻底改变了他对我的看法。真的赢了，李明，是我小看你了。士兵们兴高采烈抬着几个箱子进院子，一打开全是耀眼的金锭。我拿起一块金锭掂了掂，好沉，果然能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。小青看着金锭，兴奋大叫：殿下，这回咱们军饷和建学堂的钱都够了，打完胜仗得先奖励士兵。于是对燕石榴下令，拿出一部分给弟兄们，其余清点入库。只见翠娥拿着一封插着黑色羽毛的信，一路奔跑，带着哭腔呼喊着：公主，公主殿下！翠儿跪倒在周明书面前，失声痛哭起来，说什么京城800里加急，陛下她驾崩了。周明书脸色煞白，
一脸难以置信，重复着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父皇他……”随着周明书打开了信，信笺上赫然清晰的大周国丧、印鉴和地崩二字占据整个画面。周明书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，吩咐翠娥更衣备车，即刻赶回国。刚才正巧碰到翠娥的反常，于是我便在周明书房间外候着。此时有人开门，只听见一声“李明”，周明书打开门走了出来，跟我说了信中的事。我一脸沉重，跟他说：“节哀，需要我帮忙吗？”只见他摇了摇头，说什么多谢我帮忙寻回黄金，让他见识到何为真正的担当。我本来还想说些安慰的话，想了想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就在此时，他忽然语气认真起来，说按照我们之前的赌约，是他输了，希望我给他一封休书，做一个了断。我没料到他会在此刻说起这件事，我脸上闪过一丝错愕，变得深沉起来。随后他还说，国事家事纷乱，有休书，对我和他都是好事。我沉默不语，从腰间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信函，递了给他。他手颤抖地接了过去，眼神始终躲着我，低声说了声多谢。周明书心里想着，想不到他一早就准备好，也罢，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，保重了李明。回去的路上，周明书坐在窗边，手里还死攥着那封信，跟攥着个定时炸弹似的。他终于舍得把目光挪到信上，深吸一口气，拆开了封口，仿佛在揭开一个注定会痛的伤疤。信笺赫然写着：你我尚未拜堂成亲，何来休书？待你处理完大周国事，安定民心之后，再议不迟。周明书再也忍不住，长期以来强撑的冷静、决绝，在这一刻轰然崩塌，抽泣起来。他将信笺按在胸口，望着车外：李明，你这个混蛋！大王，我大汗，末将无能，折损数千勇士，皆因大夏废太子李明用此妖物。废物！数万铁骑败于800步兵，竟敢以妖术搪塞！大行息怒，此物绝非寻常弓弩，其声如雷，火光闪现，100步之外即可破甲穿体。不过属下在北疆的探子回报，这玩意儿它怕水，装填缓慢。怕水？好，传令各部搜集所有油渣厚德，打造避水重盾。这次，施主，本汗要亲自出征，踏平北疆。倒是小瞧了我这位弟弟，竟然捣鼓出这等奇技妖巧。殿下息怒，蛮族已答应再次出兵，并索要钱粮支持。眼下，当务之急是绝不能让李明借此战功有丝毫翻身之急。哼，那就让他永远翻不了身。立即联系暗影阁，派出最顶尖的杀手。我要他死，要快。要干净。殿下，陛下龙体欠安，却迟迟不立储君。如今废太子在北疆立下如此奇功，声望渐起，恐怕夜长梦多啊。父皇年事已高，是该安心静养，不宜再操劳国事了。赵相，传太医用好药。蛮族此败绝不会善罢甘休，铁木真是枭雄，必会想尽办法磨清火枪底细，卷土重来。探子汇报，蛮族正在大肆采购牛羊皮革、油脂，恐怕是在赶制对付铅弹的后盾。下次，怕是一场硬仗。哼，来得好，正好让他们试试火枪的大哥。殿下，火枪的大哥是什么呀？比火枪还厉害吗？此物名为火炮，射程更远，威力更大，一炮之威可开山裂石，糜烂数里。
这简直是攻城拔寨的神器！殿下，这真能造出来？我们仨站在城墙上，城外黑压压的全是蛮族大军，旗子多的跟种地似的，杀气冲天。铁木真披着金甲，扯着嗓门大喊：“李明小儿，本汉亲自来了，还不开城门跪下投降？”我假装听不见，大声呼喊：“你说什么？风太大了，你爷爷听不见。”一个满脸横肉的将领骑着马冲出来，扯着嗓子骂：“听说你们大夏太子就是个逛窑子的废物，这会儿躲女人裙子底下不敢出来了。你那会儿放屁的烧火棍呢？”左清月一把攥紧剑柄，脸都涨红了。公子，让我带人出去砍了那王八蛋的狗头。我按住他的手，一只狗叫唤而已，犯不着生气。然后喊了一嗓子：“列阵！”沉重的城门缓缓打开，城内士兵不乏整齐划一的迈出城门。蛮族骑兵一看出来的是群拿着烧火棍的火枪手，顿时笑得前仰后合，那动静跟炸了锅似的。铁木真抬头瞅了瞅阴乎乎的天，雨点子开始往下掉了，立马冲着城墙上喊：“长生天帮我！弟兄们看见没？老天爷都站我们这边，他们那破玩意儿废了！”天灰蒙蒙的，雨丝密了起来，开始淅淅沥沥往下落。我大声喊道：“伞打开，还有把我们的意大利炮拉出来！”这帮蛮族人哪见过这种神仙玩意儿？铁木真和旁边那几个酋长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。我右手一挥，扯着嗓子喊：“开炮！轰他娘的！”炮手拿火把往炮引信一烧，引信哧哧烧进去，炮口轰地喷出一团橘红色大火球，旁边呼啦一下散开了，几颗实心铁球飞了过去。蛮族士兵看傻了，腿都忘了迈，炮弹一头扎进人堆里，那动静跟天塌了似的，炸得人仰马翻。铁木孙瞳孔因恐惧而放大，整个人都颤抖着，待在原地大喊着：“这是妖术！”铁木真抬头望向城头那还在冒烟的火炮，又看向眼前地狱般的景象，大喊着撤军，然后朝城头大喊：“李明，我迟早杀了你！”蛮族兵丢盔弃甲，撒丫子就跑，伤兵在泥地里连滚带爬，嚎得跟杀猪似的。铁木真被亲卫架着，连滚带爬逃了。深夜，燕16蹲在县衙高处四周观察，没办法，暗影阁最近跟疯狗一样到处撒网，他得把我看紧了，少根头发丝都算他失职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这边已经有黑衣人潜入，悄无声息向我房间跑来。燕16自然瞧见了那人，他整个人跟黑色闪电似的从房顶扑下来，眼神冷得能冻死人，剑已经出鞘半寸，寒光一闪，会是一场恶战吗？燕16跟到黑色闪电似的从屋顶劈下来，渐渐的寒光直指地上那人，这下看清楚了，那黑衣人是暗影阁的二的指间夹着3根幽蓝的细针。只听他说：“老六，3年不见，你这剑可钝了不少。”多名黑衣人在屋顶上同时现身，架好弩箭，为首的大喊：“出口！一个活口不留！活口不留！”左清月破门而出，剑指前方。今晚恐怕凶多吉少。二瞥见左清月冲出来，嗓子嘶哑的喊着：“左相家的千金来得正好，借你人头一用，给左正那老东西贺个寿。”你找死！清月，别上当，是激将法。放箭，一个不留。先断你爪牙！人呢？清月，后面！左清月听到喊声，惊觉回头，二冷笑道：“游戏结束。”多个黑衣喽啰不要命的扑向燕16。燕16虽瞬间斩杀一人，但也被拖住，一时间无法脱身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左清月被杀了吗？二告诉左清月说再见吧，小姑娘。说完，幽蓝的针尖就往咽喉刺去。我掏出一个粗糙的黑色球体，拼一把吧。我冲出门，把手中的小球扔到庭院中，并大喊一声：“烟雾弹！”小球触地后，并没有巨响，而是喷射出刺鼻的浓白烟雾。我用湿布蒙住口鼻，冲进人群中，一把抓住咳嗽的左清月和燕16。清月，你的伤……别管我16，带殿下离开。不行，你死了，我怎么跟左骁交代？公子，请将衣袍与玉佩赐予属下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李明就算死，也绝不用兄弟的命来换。公子，这不是换命，这是唯一能让您让大夏活下去的路。16，你疯了！不行，绝
对不行。石榴，如果这大夏是建立在牺牲兄弟之上，不要也罢。在暗影阁那些年，石榴活着只为了杀人，如今能为主子，为大夏赴死，石榴死而无憾。清月，照顾好殿下。石榴，你个混蛋，给我活下来！保重。燕石榴，左清月，护驾，逆贼在此！燕石榴很快被锁定，追兵大喊：“他往西边去了，快追，别让他跑了！”燕石榴把追兵带到悬崖边上，剩下跳下去就成功了。只听到代号二四牙喊着：“太子殿下，无路可逃了，乖乖跟我们回去，或许还能留个全尸。”主子，清月、小青，来世再见。只听得嗖一声母响，箭矢正中燕石榴，他整个人往后一仰，直直坠向悬崖，扑通一声砸进汹涌的河水里，一个大浪劈头盖脸砸下来，人就没了影。2快步到崖边，蹙眉凝视，这么急的水流，就算是神仙也救不了。周明书忧心看着密报，李明死了，这不可能，他说过要我在意。妙啊，真乃天意！李明啊，李明，任你妖物傍身，终究难逃一死。快备车，本相要立刻进宫安慰大皇子。明儿是为师无能，你。李成听到禀报，自言自语：“我的好弟弟，这份大礼魏兄收到了，你的北疆，魏兄会替你好好看着的。”父皇，您操劳一生，该歇歇了。先帝驾崩！陛下！公子，清月，你们没事吧？陛下他驾崩了！陛下竟然，公子。大哥，想不到你做的这么绝。小青，我对小青说，秘密召集城内弟兄回京。我们3人先行走到一条荒凉村落，小青喘着气说：“终于看到人烟，再走就要饿死在路边了。”一位衣衫褴褛的老汉站在破院门口，警惕地问我们：“你们是干啥的？这年头还有人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？”老丈，我们是逃难的商人，遭遇劫匪。我接着说：“想借宿一晚，不知可否行个方便？”大娘听到声音，热情地说：“老头子，让他们进来吧。这荒山野岭的，能遇到就是缘分。”家里穷，就这点粥了，你们将就着垫垫肚子，别嫌弃啊。小青咽了咽口水，自言自语说：“这粥真好喝，纯天然无污染。”左清月吐槽小青：“你这一路跟殿下学了不少现代词啊。”只见大娘仔细看着我的脸，喃喃自语：“真像啊，真像。”大娘，虽然我帅气逼人，但也不用老盯着我看啊。小青调皮的插嘴：“公子，我看大娘是看上你，想收你为儿子。”少贫嘴。大爷坐在门槛上，抽着旱烟，自言自语：“我那娃要是活着，也该像你这般大。”大爷，令郎怎么回事？那年村里来了一队官兵，说要给什么大人物干活，争些孩子。我家娃贪玩，跑出去看热闹，就再没回来。小青压低声音跟我说：“官兵争童工，大夏的官兵何时这么黑心？”我咳嗽一声，示意他不要再说。小青瞬间停止，立马转移话题说：“大娘，这村里可有市集？”大娘说：“村东头有个老李头开的小铺，卖些盐巴、粗布啥的。不过咱这穷地方没啥好东西。”牛大娘、牛大爷，这段时间多谢你们的照顾了。哎，路上小心，到了京城记得捎个信回来，有空再来。大娘还给你们炖汤。大娘，这玉佩您收好，以后万一有什么急事。孩子，你真是好人，大娘没什么能给你的，这个你带着。谢谢大娘，我一定好好收着。就这些啊？粗盐、破布、几把绣剪刀。小青接着说：“这比我们北疆军营的物资还匮乏，北疆百姓就靠这些过日子。
盐都如此粗糙，何况其他？我当年在北疆搞经济，还是没覆盖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啊。此时有个神色紧张的妇女鬼鬼祟祟在偷看我们，终于她还是走到我们面前跟我们说话。这位公子，你们是外地来的吧？看着像是有钱人。我告诉她，正是。大嫂有何事？是要推销土特产吗？我们确实需要些物资。妇人从怀里掏出半块玉佩，她告诉我能不能用这玉佩换些粮食和银钱。这几年收成不好，实在熬不下去了。我不动声色问她，这玉成色不错啊。大嫂，您这从哪儿来的？祖传的？是我家祖传的，实在是过不下去了，才想换点吃的。大嫂别紧张，我就是随口一问。不过这玉的纹路看着眼熟啊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左清月漫不经心说，宫里用的玉料都有专门的纹路，外人仿不来的。这玉看着挺精细的。妇人脸色刷白，强笑解释，哪里是宫里东西？我心里想，这玉佩确实是宫里的东西，怎么跑到北疆一个普通妇人手里去了？最近发现有人私藏宫中禁物，您这东西恐怕要惹大麻烦。公子，民妇真的不知道，这是我捡的。捡的？宫里失窃的东西，你说捡的就捡的？公子饶命！我说实话，求你们别抓我！我示意左清月退后，扶起了妇人，对她说：“大嫂，只要你肯说实话，我可以保你无事，甚至给你一笔钱，让你后半生安稳。起来说话。”妇人抽泣讲述：“我是20年前随大皇子出使北蛮的宫女。”妇人越说越快，说那队伍走到这附近，大皇子突然得了疾病，没2天就死了。护卫们怕朝廷怪罪，就商量说找个孩子冒充。去哪里找个孩子冒充？这等等，你说找个孩子，那孩子是哪来的？是本地孩子吗？是从村里抓的。那天傍晚，护卫们在村口看到一个男孩在玩，就直接抓走了。牛大娘的儿子。我着急问妇人，那孩子多大？有什么特征？后来你们把他送哪去了？妇人说，那孩子大概5、6岁，瘦瘦的，左耳后有颗痣。护卫给他换上皇子的衣服，带着往北边去了，说是要送到北蛮当质子。那后来呢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？他掏出一个布包，这是那护卫的令牌，还有大皇子身上另一块玉佩。妇人说她害怕他们杀他灭口，趁夜里偷了这些东西跑了，躲在这村子里20年，再也没敢出去。我仔细看着令牌和玉佩，想不到我这好大哥是假的。这令牌确实是御林军的令牌。大嫂，这些东西我买下来了，你继续住在这里，过阵子我会派人来接你。我告诉他不要和任何人提起此事。谢谢公子，民妇一定守口如瓶，等你们来。牛大娘的儿子，现在岂不是成了那个假皇子？命运弄人。公子，我们有了人证物证，返京的时机快到了。20年前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，那个被抓走的孩子如今坐在龙椅上，而真正的大皇子早已葬身荒野。下一步就是让这真相成为刺向假皇子的利剑。妇人祈祷着，佛祖保佑我平安，保佑能还他清白。殿下，前面就是徐州城了，京城不远了。城门怎么关着？小青拿出北疆王令牌，朝城楼喊话：“城上的人听着，北疆王李明殿下路过，速开城门。”李明不是死了吗？老爷，城外有人自称北疆王李明，叫开城门。李明？那废太子不是早就死在黑水河了吗？可看他拿着北疆王的令牌，不像假的。走，本官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冒充死人。知县等上城楼，俯视着我们，只听见他说：“哟，还真有几分模样。”下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冒充谁不好，偏冒充那个短命太子，人家可是在黑水河喂鱼了，你们是鬼吗？本王活得好好的，速开城门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笑话！你说你北疆王，那本官快是大夏皇帝呢，你配吗？哼，狗废！敢不敢开城门出来比划2下？给本官拿下他！只见城门打开，一队全副武装的卫兵冲了出来，将我们团团围住。公子，要我现在动手吗？我看你们还能嚣张到几时？兄弟们，拿下他们！卫兵们开始紧缩包围圈，一个个凶神恶煞。让你开城门，你真开啊？真是听话的好狗。
这是火枪队列阵，谁敢动殿下一根汗毛，格杀勿论。这是什么？是火枪，北疆的火枪队。这怎么可能？不是说都死了吗？徐知县，现在你觉得本王是真是假？别冲动，有话好说。公子，这种货色不值得多费口舌，我去把他拎下来。女侠饶命，饶命！再动一下，人头落地。进城。徐州城卫兵纷纷丢下武器，让开道路。听说你是大夏皇帝？王爷，爹，饶命！下官有眼无珠。知县说是大皇子马上要登基，要求他紧闭城门，不能让任何人通过。起来吧，开门，带路。本宫要进城歇息。启禀陛下，徐州来报，李明没死，他带着火枪队已经过了徐州，正向京城赶来。什么？他不是死了吗？陛下息怒，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，得想办法阻止他进京。一旦他到了京城，那些旧臣阻止不用，他既然想来，那就让他来。传令下去，就说先帝丧妻，本宫思念皇帝，请他回京主持祭奠大典。陛下高明，只要他敢进京，咱们就布下天罗地网，让他有来无回。我打开京城来的密信。祭奠大典，请我回京。殿下，京城来的消息八成是陷阱。陷阱又如何？他们以为我还是当初那个任人宰割的废太子吗？清月，让弟兄们准备，3天后回京。是，公子。我们终于赶回京城玄武门。父皇，我来替你复仇了。只见禁军跑了出来，列阵后又向骑马缓缓而来。哟，本官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废太子殿下。老匹夫，你说话注意点。好一个忠心护主的丫头。殿下，您这手下倒是挺凶。太子李明既已归来，当入太庙祭拜先帝，但祖制有规，太庙重地不得携带兵甲入内，请殿下解下兵器，独自一人随本官入宫。公子，我随你去。公子，您不能一个人去，他们肯定没安好心。荒谬！太庙岂是女人能进去的？既然是祭拜先帝，本宫自当遵从。解见。等我信号，若听到爆炸声，就带人冲进去。又向老儿面色得意，心想着等你进去之后，送你去见老皇帝。二皇子请。我独自走向幽深的城门，左清月和小青忧心忡忡注视着我。我进了殿门，殿内气氛压抑，李成正跪在灵前，满朝百官窃窃私语，废太子居然真的还活着。只见李成缓缓站起身来，皇帝，你终于回来，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皇兄，你确定你是我皇兄？这话一出，满朝文武顿时炸了锅，交头接耳，嗡嗡响成一片。太子此言何意？大不敬啊！20年前，我的皇兄死在了北境野人村。至于你，冒牌货！你竟敢在先帝面前口出狂言！诸位，我这里有宫女证词、御为军令牌、真皇子的玉佩，足以证明20年前真皇子早已被害，如今这位是暗影阁培养的傀儡。让我看看，这怎么可能？就凭一张废纸、一块破玉佩，就想污蔑本皇？皇帝，你莫非是觊觎这王位？对，一定是假的。
我掏出那个粗糙的布老虎，直视李成说：“牛娃，你可认得这布老虎？”只见李成瞳孔骤缩，眼神恍惚，这是童年时母亲缝的布老虎，他很喜欢。他双腿一软，瘫坐地上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娘，你们还活着！百官议论纷纷。既然你找死，朕成全你，朕成全你！来人，拿下这个诬陷朕的逆贼！我觉得形势对我不利，但已想好退路。弟弟，你欺君犯上，今天休怪朕。皇兄，不，牛娃，我拿出烟雾弹，告诉他我们还会再见的。然后把手中的烟雾弹扔下，殿内顿时烟雾四起。我趁机逃了出来。牛娃，我们玄武门见。追，给朕追！封锁城门，挖地3尺也要把他找出来！信号来了，准备。殿下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走，先出城。从山上往下看，黑压压一片御林军，跟蚂蚁似的挤在一块儿，至少3万人。果然来了。传令，准备迎战。李明，朕亲自送你一程。我领着火枪队下山迎战，两军旌旗招展，气氛剑拔弩张。李明，你假死欺君，诬陷朕功，今日还敢聚众造反，还不束手就擒！李成，你根本不姓李，你只是暗影阁的傀儡，今日便是你的末日。昨晚太庙的事是真的。别乱说，少废话！众将士，给朕拿下反贼，杀一人赏银100两。李成话还没说完，御林军就冲上来了，那阵势跟要拆房子似的，尘土扬得满天飞。准备！御林军后头突然响起震天的号角声，一支黑甲骑兵跟涨潮似的哗啦啦涌上来。大周黑甲军在此，谁敢伤我夫君？来者原来是周明书带领的周军，御林军后方被冲乱，惊慌失措，被包围了。李成慌乱了，为什么周明书的周军会出现在此？我怎么成为大周女帝的夫君了？在两军夹击下，御林军彻底溃败，惨不忍睹。混乱中，一道身影鬼魅般掠过。12，你的对手是我。这妖女好快！谁？殿下，属下来迟。16，你还活着？哼，先解决他。退后，我来。16能赢吗？相信他。就是现在。10步以外枪最快，10步以内枪又快又准。看来16这石头也开窍了。剩下的御林军见大势已去，纷纷丢下武器投降。撤！快撤！周明书骑马赶到我面前，眼中满是柔情。夫君没事吧？别乱叫，我还没过门呢。周明书笑着说：“李明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想娶我，我彩礼可是会很贵的。这大周一国够不够？你要是不从，我就你去哪儿，我跟到哪儿。好肉麻。公子，女帝，现在可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。接下来该进攻了。李明，朕跟你没完！我看着紧闭的城门，只能炮轰了。
架炮！天刚蒙蒙亮，大军已经列好阵势，火炮齐刷刷对准宫门。我骑在马上，往阵前一站。天亮了，该结束了。李成站在城墙大吼着：“黎明，你想造反吗？造反？本王取回自己的东西叫造反？李成，不，牛娃，你的戏该收场了。放箭，射死他们！火炮，放！冲！挡住他们！躲在里面有用吗？朕是皇帝，朕才是真命天子。16，撞门。你们想干什么？20年前，大皇子死了，冒充他活到今天，今天该还了。皇帝，不，太子，朕也是被逼的，是暗影阁，是他们控制朕，朕也是受害者啊！被逼？你弑君篡位时，可曾手软？你残害忠良时，可曾犹豫？今日求饶，晚了。那你就陪朕一起死！我只是傀儡。牛大娘，对不住了，牛娃在20年前就死了。恭恒新皇登基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我身穿龙袍，接受玉玺。左清月被封为镇北大将军，披甲授印。燕16被封为禁军统领，接过令牌。今有小卿聪慧过人，着即任命为内务总管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恭喜你，皇帝陛下。同喜，女帝陛下。公子，不，陛下，以后咱们是不是就不用逃命了？没出息。谢谢你们，没有你们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殿下说这些就见外了。能跟着殿下是小青的福气。天下这么大，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。